哎呀，換個地兒啊，陽台。今天這個時間已經非常的涼爽了啊，清邁，所以也沒有太陽直射，我就選在了這個陽台跟大家聊一會兒。這個我這屬於人約黃昏後嘛，但是跟那個意思完全不一樣啊，我這是約大家在黃昏左右聊一聊。今天聊啥呢？其實現在世界的信息是非常的龐雜紛繁的啊，所以每天只要你想說，其實都有說不完的話題。又說回到西康老師了，有的時候我真是我不知道說啥，我就看一看，我看看西康說啥了，因為他挑選這個熱門話題的能力是非常強的，這個是真的啊，有什麼說什麼，畢竟是挑了好多年了，對吧？要不然怎麼能做這種時政的日播博主啊？這個其實很難的。我之前那個大號是1周3更，哇，那都給我弄得我就不知道該說啥，下一期去哪兒拍呢？拍完之後聊點啥呢？是吧？但是其實啊，就是做 YouTube 有一個好處，就是它會培養你一種深度挖掘的能力和深入思考的能力，因為有些東西平時你也會思考，但是你如果不涉及到想把它表達出来，你可能就是一種碎片形式的這種思考，沒有辦法把它建立成一個系統，能夠連接起來。其實好多信息你仔細的去想一想，它是有這種能串聯起來的，也是非常有意思啊。其實我覺得做口播 YouTuber 是非常適合這些就是想預防老年痴呆症的這些朋友們啊，開玩笑啊。今天說一說現在這個泰檢衝突啊，現在可能已經不能說是衝突了，因為之前呢，去年啊還是今年年中吧，還是9月份，那個時候呢，能勉強說叫衝突，就是雙方基本上還都比較的克制，不會說去用一些重型武器啊、榴彈炮啊，或者是什麼，可能是泰國有這個軍機，就是這個 F-16，美國的這個比較先進的戰鬥機啊，可能會有一些優勢啊。在年中的時候也發起過一些比較精準的這種轟炸啊，我覺得在軍力上，這個柬埔寨肯定是不占優勢的啊。當然，今天也不是在分析誰的軍力更占優，並不是這樣。在前一段時間啊，在馬來西亞，在美國總統川普先生和這個馬來西亞總理安華啊，是總統還是總理，我給忘了啊，反正是領導人啊。這個安華他們倆的這種斡旋下，泰檢雙方是簽訂了一個停火協議的。但是那個時候，其實我也說了，這個停火協議究竟能停多長時間啊？究竟能給這兩個國家，給東盟也好，給美國也好啊，這個面子能給到哪啊？那麼現在咱們看已經是不給面子了，撕破臉了啊！而且泰國也是表態非常之強硬啊，就是明擺着就是我告訴你，這個和平協議不在了。我撕毀了這個和平協議啊，好吧，我單方面的撕毀了。當然，他是在說，由於柬埔寨先開火，然後我才會撕毀這個和平協議啊。但是具體是不是呢？我覺得就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們都不是當事人，誰都不知道這個到底是因為啥，是誰的原因，這個咱們不清楚。但是有幾點我覺得就是非常的詭異吧。我覺得為什麼我說詭異呢？我總結了一下，其實就是從其中我發現的2點啊。第一點是呢，其實從年中的那個衝突來看，雙方是一個什麼方式呢？一是軍事上相對克制，二是呢在文宣系統上在下功夫。在這個社交媒體上在下功夫啊，充分的發揮了自己的這個想象力，對對方進行挖苦和諷刺啊。這個我們當時每天沒意思的時候就開始翻那個 Facebook 上面每個泰國人做的這個挖苦柬埔寨士兵，挖苦柬埔寨的這個就是軍事落後是吧？這些東西就是還挺有意思的看着。但是這次呢，就有一個非常不尋常的一個特點，就是雙方都開始閉嘴，開始埋頭打仗，而且軍事上有越演越烈的這種情形啊。我也看到Facebook 上有人披露啊，就是看到有泰國把一些重武器啊，或者是一些坦克呀、一些榴彈炮啊，就是往边境去做一個集結。而且據說柬埔寨也在做同樣的动作啊，雖然它的這個軍事設施稍稍的有些，也可能都不是稍稍落後了啊，是真的是很吃虧啊。這個具體多吃虧咱們就不做解釋了，因為這個之前好多博主都解釋過啊，差距還是不小的。
但是咱們也非常的納悶啊，虽说是被动，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在军力如此落后的情況下，首先選擇的其實不應該是硬剛，而是尋求一些外交上的一個解決方法。但是咱們看到的這個情況恰恰相反，啊，我就是硬剛，我打不起也要打，說白了。怎麼說，就是爭一口氣吧，可能是，但是這個文宣系統呢，在 Facebook 上，在 Twitter 上的各種這種視頻號啊，都沒有進行這種像之前一樣的對對方的這種諷刺挖苦啊，不見了，普遍都是在埋頭打仗。我只看到了一些泰國軍人啊，他們也挺逗，這些泰國軍人在現場打仗的時候還不忘了自己拍個什麼shorts，還是拍一個什麼就是短視頻，然後發在這個平台上。其實我覺得這個行為在戰爭期間應該是不太科學、不太允許的吧？你很容易去暴露你的這個位置啊。咱們知道的這個俄烏戰爭啊，好多這個俄羅斯這個被殲滅的一些部隊就吃虧在這兒嘛。每到一個地方啊，這個有一些士兵啊就開始着急去發一些什麼這個小視頻吶，發在自己的這個社交平台上，或者是在當地打開一些什麼交友軟件去約當地女孩。哎呀，這個實在是太逗了。就是怎麼說，現在這個戰爭啊，跟以前真是不一樣了啊。這個人在這種高科技的這種影響下，其實他的心思也完全都不是全在這個打仗上啊。有可能他們打仗也是一種被迫吧啊，我覺得應該是被迫，沒有人願意去上戰場啊，所以那只能是兼顧唄。我還要經營我的這個社交媒體賬號，然後我還要去服役，那就只能是當做這個素材收集了啊。那麼也是因為這些人暴露了自己的這個位置啊，導致自己的這個俄羅斯啊或者是烏克蘭呢，他們都有啊這種情況，導致了他們軍隊的這種受損失，以至於後來好像是不太允許，就是在你行軍過程中啊，或者是執行任務的過程中去拍攝這種暴露你位置的信息啊。但是我看到的這個，泰國這方面的比較多吧，他們一般都是在拍後勤。這種我吃什麼啊？泰國士兵打仗的間隙啊，是在吃這種什麼泰國的這種特有的這個靠鳥。靠鳥是啥呢？就是那個糯米飯蘸着各種宋丹。宋丹是這個青木瓜沙拉，他們這是這種拌菜啊，特別有意思。然後就在曬他們吃什麼東西，還有這個後勤的這個廚子在怎麼做這個菜，哎，也挺逗。我就覺得就是好像雙方都在去完成一個什麼既定的任務啊，你就不覺得是一種自發的那種我就是要跟那個什麼泰國打仗，我就是要跟柬埔寨去清算什麼什麼問題，有很高的這種民族情緒。但是這次我沒有看到，而且是在泰國的民間也沒有像之前那樣啊，就是非常的去鼓動這個民眾去做一些這種對於戰爭的這種宣傳啊，沒有。倒是像兩邊都在去完成一個不知道誰給的任務，誰知道呢？我也不知道啊。還有就是在泰國這邊，我也看到啊，有一點是非常的詭異的。就是在上一屆的泰國政府，就是這個貝東丹政府執政期間啊，發生的上一次的泰柬衝突。但是我們也都知道，泰國的這種政治體系啊，是拉幫結派一樣的這個意思啊。有軍方啊，有親這個皇室的呀，有這個企業家這些是吧？就是像他信家族，然後什麼阿努廷家族啊，然後像什麼再加上什麼軍方，哎呀，好多啊。總之他們之間呢是很難在一些事情上達成一致的啊。就像上一次這種泰柬衝突，貝東丹下台也是因為他跟軍方的這些不和，然後在與洪森嘛，可以說是在垂簾聽政的這個柬埔寨的這個領導人啊，前領導人啊，洪森在與他的電話中就透露出來了啊，這個貝東丹對泰國的這個軍區的一些軍頭啊，或者是一些將軍啊，表達了一些不滿。可以說就是在對外的好多事情上，泰國的這種政界和軍界，他們意見上會有分歧的啊，而且很大的分歧的，就更別提之前好多這種政變都是軍方挑頭啊，把這個政府推翻。你想，歷來這個泰國的軍方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就很微妙嘛。那麼這一次就非常的詭異，就是在這次的這種泰柬戰爭啊，可以叫戰爭了，已經泰國的軍政兩界是異常的默契啊，配合默契，而且，是沒有任何的分歧的啊，看不到就是在新聞上什麼軍隊指責政府啊，政府埋怨軍隊啊，沒有，
這次完全的沒有，同仇敌忾，可以這麼講。所以我就開了個腦洞啊，我就想跟大家開一個這種腦洞。你說，會不会是两国真的是在配合着某一大国的这种怎麼說行動呢？啊，我們來講一講啊，你想啊，這次的這種和平協議呢，是美國和東盟，或者說是其實就最主要是美國了，因為川普在這次和平協議簽署之後，就馬上去召開了記者發布會啊，就說你看這個全仰仗我是吧？要是沒有我，這能行嗎？對不對？你想，川普就是這樣人嘛，啊，有了點這個風吹草動，馬上就出來給自己邀功了。那麼川普再看起來不靠譜，他也是美國總統啊，他也是代表着美國呀，对吧？那麼這個和平協議是美國促成的，那東方大國能滿意嗎？所以說呢，一定要小弟先把美国促成的和平協議先撕毀，兩邊呢，你重新給我打一场。你重新打一场，然後現在我作為老大哥出來調停，最後你們雙方在我東方大國的調解之下，真正的平息了戰火，那個時候誰才是這場戰爭的功臣，誰才應該去得諾貝爾和平獎，對吧？中國政府吧，對不對？啊，所以說這裡面透露着非常多的詭異啊，所以我們也可以拭目以待啊。接下來兩邊打得差不多了啊，已經看起來是這麼回事啊，的確是打起來了。然後這個時候東方大國跳出來，差不多了吧，小弟們啊，你們這在我邊上我不吱聲，你們老虎不在家猴子稱霸王是嗎？對吧？我既然發話了，你們就必須給我面子，对吧？到時候兩邊老老實實的把戰事一停，在中國的促成下來到北京簽了一個停戰協議，到時候你想川普臉上有光嗎？你美國促成的停戰協議怎麼樣啊？人家不 care 嘛，該打還是打嘛，公然撕毀你的這個和你簽署的這個和平協議，然後最終還是在中國老大哥的這個撮合下才真正的達成了和平。所以說到時候我們東方大國那才真正是天朝上國的這個氣勢啊！你們這些小國必須還是得聽我的啊，還是得站在我這一邊。你美國做出的各種什麼關稅的威脅呀，只是造成了地區的這種不穩定，對吧？你是對人家進行威逼利誘啊，但是我們中國不一樣，我們是愛好和平的，对不对？所以在我們的這個促成下，整個的這個戰火，東南亞的這個和平才得以維繫。所以中國到時候肯定會去申請這個諾貝爾獎、諾貝爾和平獎我這也是開了個腦洞啊，也未必正確啊，這個看一看嘛，對不對？咱們瞎聊嘛，看看這個事情會不會往這個方向去發展。那麼回到這個濱崎步的這個事兒上啊，其實誰也沒想到，就是他的這個上海演唱會被官方叫停之後會鬧出這麼多幺蛾子。那麼最近鬧出的這個事件的後續呢，就是濱崎步的澳門演唱会提前1個月宣布取消了。還好吧，我覺得沒像上海一樣，就是讓你在澳门演，彩排的時候告訴你，你這錢白花了，演不了趕緊走。沒有，所以說這裡面也有2方面的這個可能性啊，一方面是中國官方提前通知了这个濱崎步的团队說你們不能演了，是吧？這個你也別來了，對吧？這是其中一個可能性。那麼第2個可能性呢，這個我覺得是更有可能的啊。正所謂人嘛，吃一堑長一智，對不對？咱不能在同樣的地方一直跌倒啊，對吧？你想上海你都不讓我演，那澳門呢？澳門也不是法外之地啊，那憑啥澳門就能讓你演呢？所以正常來講，這個團隊的決策者也會想到中國的這個演出市場，你就別想了，什麼香港、澳門呢？可能台灣你是可以去的啊。台灣是一個比較正常的這麼樣的一個環境啊，當然不會受到這些政治因素的影響。所以我覺得這個濱崎步的團隊應該是從上海的這次事件中吸取了一定的教訓，主動的放棄了去主辦這場演唱會以避免會帶來相應的損失。你想肯定是有風險嘛，上海都不讓你演，那澳門呢，對不對？也不讓你演嘛，對吧？因為你公然的對抗這個中國官方的這種說法你還不下跪你還不承認一個中國，對不對？那我怎麼可能讓你演呢？不跪着，那你就別來我這賺錢了。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讓他們演，應該也不會去了。
總之呢，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啊，看到這一切就覺得挺有意思的。我也確實承認中國人很聰明，中國的這些精英階層、領導階層也非常的聰明啊，聰明才智啊。但是我覺得咱是不是應該用到正地方啊？往往都用在了與人勾心鬥角啊，是吧？就是玩這些尔虞我詐呀，啊，這些聰明才智全用在這個上了，就是挺無聊的啊。隨便發發牢騷，隨便瞎聊啊。那麼我們今天就聊到這兒，下期見。今天你没入镜啊，黑道。哎呦，困了嗎？看看，打個招呼。哎，困了？睡吧，你待着吧啊。跟大家拜拜。拜拜。